蓝湛淡淡看他一眼，秦助理立马捂了捂嘴，我知道了，这就去办。走出门时，心里却依旧震惊，本以为是勾引总裁的妖艳小助理，怎么一天功夫就变成了商业联姻？我的贤妻良助。魏婴也十分惊讶，学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蓝湛平淡回答，别人都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以后便也不会怀疑你是商业间谍了。是以，今日之后，实习的魏助理就变成了与蓝氏亲切交流学习的魏助理。身份被蓝湛透露出去后，魏婴便放心地跟着自家蓝总在蓝氏实习。总结下来，大多数情况下，魏婴都是坐在办公室里办公。这种情形下，魏婴往自己办公室门外伸个头，便能见到自家蓝总工作时认真帅气的模样。而蓝湛的视角更好，只用抬起头便能见到辛勤实习的小助理，虽然小助理偶尔会开个小差。这种你看我一眼，我看你一眼的互动，倒像是午后的高中教室里互相暗恋的一对小同学会做的事。而少数情况下，魏婴需要跟着蓝总开会，这种情形下，魏婴便能听到自家学长平稳自信的声音，感受到自家学长睥睨天下的帅气。魏婴觉得蓝总开会时冷淡的表情，就像在说，恕我直言，在座的众位都是垃圾。当然，蓝总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公司众人知道了魏婴所谓的幕后身份后，也会自觉地不把一些机密、敏感的文件往魏婴那送。魏婴对此并不在意，反而乐得清闲，对自己不会成为商业间谍一事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和蓝湛形影不离的一起工作到了周六，魏婴接到了江城的电话，说是江燕离和金子轩回来了，让魏婴回江家用晚餐。于是，时隔6天，魏婴第一次和学长暂时分离了。魏婴这2日逐渐适应了自己的暗恋对象成了自己男朋友的事实，便又恢复了大胆奔放的样子。下班时，恋恋不舍地紧紧抱着自家学长，把声音伪装的嗲声嗲气：“蓝总，人家要走了，你会不会舍不得人家呀？”蓝湛方才还有几分要分别的不舍，然而自家小男朋友这一句话，所有的伤怀离别都通通烟消云散。蓝湛身子一抖，勉强道：“后日早上等你回来。”“人家就知道了，蓝总最喜欢人家了。”蓝湛逗到了自家蓝总。魏婴出办公室的时候，立马忍不住捂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，然后收获了秦助理一个诡异的探究的眼神。到了江家大门，正好碰到了江城也刚刚进家门，魏婴便跳过去重重一拍江城的肩：“嘿，弟弟放学回来了。”江城拍开他的手：“去，又不是小学生放学，我就比你低了1个年级。”魏婴撇嘴，便听江城眼神乱转的低声问道：“那个，你和蓝湛真是在一起了？”魏婴惊讶：“阿姐告诉你了？”江城知道这便是回答是了，金子轩猜测的，阿姐哪会私下说你的八卦？魏婴不禁咽了咽口水，从前怎么不知道金子轩这么大嘴巴？他告诉了你，不会也告诉了养父和于夫人吧？江城同情地看他一眼，口上却道：“担心什么？真在一起了也没什么不能说的，早晚是要带回家的。”魏婴见江城表情有些不自在，突然狐疑道：“你不会因为我和蓝湛谈恋爱，嫌弃我吧？”江城稍稍犹豫，摇了摇头：“要是2个别的男人在一起了，我肯定嫌弃，但你是我家人，不能嫌弃。不过我还要适应2天，你先等等。”魏婴嬉笑，再次重重一拍江城：“好弟弟，等我迎娶了高富帅，改日我让蓝湛送你一辆好车。”江城瞥他：“滚，我和蓝湛又不熟，你先送我一辆还差不多。”魏婴便捏着下巴思考：“我算了一下，要是等我送你一辆车，估计得再等个10多年。”正聊着，江丰棉夫妇听到动静从楼上下来了。江城和魏婴难得没被于夫人口头教训，只收获了夫妇2人莫测的眼光。江城还没反应过来，魏婴心里却是咯噔一声，养父和于夫人这怕是知道了。空气沉默了半分钟，随后江丰棉恢复平常的笑容：“阿宪，你养母收到了蓝家的邀请，说是蓝家大公子生日，邀请你姐弟3人明日去蓝家赴宴。”魏婴心里再次咯噔一声，这蓝焕办宴会的时机会不会太巧了？魏婴试探地问道：“江家和蓝家过往很熟吗？以前怎么没见蓝焕邀请？不对，蓝焕以前压根不办生日宴。”江丰棉听到魏婴的问询，挑了挑眉，斟酌措辞：“应该还可以。”魏婴：“
什么叫应该？用过晚饭，魏婴便找空隙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刚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给蓝湛，想了想却又止住了动作，或许明天能给蓝湛一个惊喜。刚放下手机，手机却是响了起来，魏婴被吓了一跳，一看不是自家男朋友是谁？魏婴接起电话，正准备给学长打电话呢，学长就打来了，我们就是很有缘分。蓝湛稍稍犹豫，澄清道，我1个小时前便想给你打，但又怕你的家人在，你不方便。魏婴调戏他，迟早要和我回家睡在一张床上，有什么不方便？顿了顿又试探道，学长，你明天有什么事吗？明日兄长生日，我要回蓝家老宅给他庆生。听这语气，蓝湛并不知道自己明日也要去蓝家大宅。魏婴松了一口气，便继续调笑道，还好学长有去处，不然我还要担心学长明天空虚寂寞呢。蓝湛稍稍沉默，魏婴以为自家学长不好意思了，正要开口，却听自家学长问道，那魏婴空虚寂寞吗？魏婴，学长，你变了。第2日一早，江燕离姐弟3人便前往了蓝家大宅。蓝家没有女主人，故而蓝家大少爷蓝焕便亲自担当了迎接宾客的责任。姐弟3人下了车，蓝焕亲自迎了上来，温和笑道，江小姐，江公子。顿了顿又看着焕魏婴道，魏助理，语气里有一丝温和的调侃。魏婴听到这个称呼眨了眨眼，随后一本正经地弯了弯腰道，蓝董事长生日快乐。蓝焕眼睛里划过笑意，多谢魏助理，你家蓝总还在自己的卧室里，我忘了告诉他魏公子今天也来了，魏公子或许可吓一吓他。魏婴总觉得蓝焕这话有些别的意思，但这话本身似乎又正常得不得了，于是压下心中的怀疑，开玩笑道，要是吓了蓝总，我这月的工资没了可怎么办？蓝焕笑，若真是如此，我督促你家蓝总发便是。蓝焕说了2次你家蓝总，魏婴不禁怀疑蓝大公子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拐跑了他弟弟，又或者蓝大公子想的不止于此。今日来的宾客不少，蓝焕又与姐弟3人说了几句，便去了别处。蓝焕刚走，江澄就用手肘捅魏婴，低声抱怨，你堂堂江家2少爷，却去了蓝氏集团实习，丢不丢人？魏婴瞪他，怎么就丢人了？我劳动我光荣。又问江燕离，阿姐，你说是不是？江燕离微笑着点头，蓝氏集团有一套自己的集团运营法则，去学习1、2也是不错的。江澄撇嘴，他这是去学习，明明是去勾搭蓝家公子。